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2384人，确诊人数是218368人，死亡率是10.25%。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1301人，确诊人数是395590人，死亡率是7.91%。全美国死亡人数是126441人。确诊人数是2476151人，死亡率是5.11%。恐惧指数呢是32.22，很不错啊。油是39块美金一桶，金子是1769美元一盎司。那么瘦肉猪和牛肉的价格平稳，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1毛兑1美元。那么目前啊，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时间。那么纽约市长白思豪呢，他在23号的晚间证实啊，纽约市的海滩将会在7月1号起正式开放，民众呢就可以下海游泳了。市政府呢已经对几百名的救生员进行了培训，而室内的公园或者游乐场呢，它的喷水区呢和公共泳池依然关闭。那么根据纽约市的公园局的规定啊，气温在80华氏度或者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开放喷水区。免费的喷水为民众降温。截止目前，白思豪仅表示公园局会努力创造多种消暑的方式，但还是没有公布具体的内容。那么前几天啊，在新泽西州啊，叫做 East Bronx 一家有3家成员的，在他们家游泳的后院啊，出现死亡的情况。那么目前啊，消息是3个死亡均是由于不会游泳导致的。那么根据纽约邮报的说呢，他们说事情起因是一个8岁的女孩啊，她在22号下午跳入游泳池深6到7尺的位置，不懂游泳的她向家人求救，那么62岁的祖父马上跳入水中救人，但是她自己也不懂游泳，于是就在水中挣扎。这时候这个女孩的妈妈呢，33岁的叫 Nisha Pater， 她也跳入水中，她也不懂游泳。最终呢是不止没办法救起女儿和岳父，连自己也溺水身亡。记住啊，这个水池只有6到7英尺深。当时在家中还有女孩的阿姨，她其后虽然成功的抓住了女孩，但一切已经太迟了。根据公共记录啊，这个肇事家庭他刚刚以4月份以45万1000美元买下这个房子，而根据邻居指出啊，死者一家呢，他们是首次使用这家的游泳池。所以在悲剧发生之后呢，当局一直在调查事件是不是涉及在池中有触电的情况。那么其后呢，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疫情期间啊，你上超市买菜、大众交通工具一定要戴口罩。但是呢，你家人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呢，戴口罩的民众呢，他的比例呢就下降了。所以地方卫生官员现在警告说啊，近来新冠病情的这个新发的趋势中呢，很多的案例都是被自己家人传染的，或者是与朋友聚会的时候被传染，而不是疗养院或者工厂爆发集体感染。主要的原因就是亲友之间他的熟悉感以及聚会轻松气氛，让民众卸下了防疫的心态，结果因此感染了病毒。那么全美国至少有25个州过去1周内啊新增的确诊病例呢。那么俄勒冈州呢，其中一个在该州人口最多的叫做蒙特诺马郡，那么新增的确诊案例呢连创新高。卫生官员也指出了，其中许多人都是因为家人和亲友之间互相传染。因此民众除了上超市要戴口罩以外呢，和亲友相聚聚餐也应该戴口罩。卫生官员也指出啊，移民社区、难民社区近来新增确诊案例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那么现在呢，如果民众啊他参加朋友或者亲戚之间的聚会啊，由于你经常是感到心情放松啊，所以就忽略了防疫措施。亲朋好友呢，目前为止是非常危险的啊，它反而是更容易把病毒传染给你的人。所以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啊，人数众多的家庭之间啊，那么感染案例呢有增多的迹象，特别是啊多代同堂的家庭。那么这个特点呢，在不同背景的移民社区呢都可以看到。所以呢，你要跟亲戚朋友相聚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戴着口罩。或许呢，你让人感觉不舒服或者感到不自在，但是以目前实际的状况来看呢，那么亲友聚会呢是应该戴口罩的，不只是上超市买菜要戴口罩而已。那么这种要逢这个一路走高的这个案例来看啊，它其实都不是一个单一疫情热点的这个爆发。比如说啊，
以前我们看到是在疗养院、工厂，很多的案例呢都出现在关系非常亲密的人际脉络的。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呢，那你和熟悉的亲朋好友在一起呢，心情比较放松，那么造成了传染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啊，在中午太阳照34分钟，90%的病毒呢就会失去了活力。美国科学家近期的研究发现啊，他们中午的阳光照射34分钟以后呢，能够使90%的新冠病毒失去活力了。那么在一年当中的不同时期，在全球的各地的城市呢，计算紫外线和太阳紫外线能使病毒失去活力的预期效果呢，他们总结发现啊，全球各地的人口众多的城市里面啊，新冠病毒在夏季应该是能够比较迅速的失去活力的，并且指出呢，阳光在新冠病毒出现、传染率和疫情持续期间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光化学和光生物学的这个观察下啊，这个大量的科学家发现啊，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那么如果你只是经常的出去以后呢，经过全球的城市观测呢，只发现了是迈阿密和休斯敦，它在春季呢，它就有足够的太阳辐射，就可以使99%的病毒失去活力。那么在冬季呢，多数城市的正午太阳的辐射量呢，都不足以使90%的病毒失去活力。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发现呢，从12月到3月，病毒会在冬季持续传染1天以上，在多数城市呢都有这个气溶胶和传播的风险。那么如果你使用涉及生物防御的病毒呢，因为太阳光而失去活力的这种模型进行计算，并且表示了这种方法呢，同时也对于伊波拉和这个拉萨病毒呢都有效。所以如果你想指望这个阳光来帮助消灭新冠病毒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民众本身是待在家里，是一种居家避疫令，那么可能呢提高你同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染几率。所以相比之下呢，健康的民众呢还是鼓励要出门晒太阳，可以戴着口罩晒太阳，渴望着在暴露这个阳光下呢，病毒能够增加它的这个被灭活的反应。川普现在还是疫情肆虐，川普为了他的大选到处拉票，川普真心的期待靠着自己的演讲来扭转这个局面。因为目前的民调显示川普已经落后了。川普呢，他其实是一个媒体人他现在的支持率呢落后于拜登呢有接近10个百分点。那么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数据显示呢，川普的支持率呢43%，拜登的支持率呢53%。那么亲共和党的福布斯民调也显示了川普落后了拜登这个12个百分点。但是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博彩赔率我们知道今天就汇报这个赌场赔率也出了现在一些调整。那么当初在5月27号的时候，川普还是以50.3%的胜率呢超出拜登41.9%。那么现在反转了，拜登呢是以52.4%呢超出川普的40.9%。所以金钱是不会说谎的民调可能代表嘴炮，不代表结果，赔率是真实的用钱投票，比选票还谨慎。所以至于股票上涨，那是资本的内核。那么如果川普做得好呢，那肯定是上涨。那如果川普做得差，美股那么如果要选择涨的话呢，除非有不可抗力。那么现在呢，川普的竞选活动呢已经恢复了一周有好几场。好，这是从这个俄克拉荷马、塔尔萨斯的开始，但是呢开局不利，一下子就有6个工作人员呢就变成了阳性。同时所有的卫生专家呢都担心川普的这种全国巡回表演就成为了新的病毒的传播点。但是川普的支持者里面很奇怪很诡异发现了部分的中国人，他们认为川普会连任，因为他的第一个任期呢美国经济强劲，希望他能当选的这个中国人里面呢，有些人他认为呢一个反制的总统将继续挖美帝的墙角。因为川普他不是属于尊重智商精英的人。川普的性格特点他导致他呢无法在特殊时刻呢引领美国。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川普呢在种族冲突中坚决站在了白右，
巩固和扩大了基本盘。那么是不是这样呢？那么根据民调显示啊，在没有大学学位的蓝领、男星和白人等关键选民的群体中呢，川普的优势呢正在消退，仅仅领先拜登3个百分点。这些红脖子呢，可是2016年拥戴川普上位的大功臣。当年他们厌倦了建制派的无效承诺，选择了看起来使命必达的川普。如今看川普呢，也是做了他的最大的表率，但是呢，他们认为川普是不是有对外恐吓啊，对内印钱啊，没别的办法呀。那么在川普的任期里面，仅仅一届的美联储的资产迅速翻倍呢，尤其是近3个月呢，向市场提供了创纪录的货币刺激政策。那么川普他的能力怎么样呢？每个人都说啊，他把美国2战以来储备的武器都打光了，一个是文化，一个是金融，三权分立、民主平等都被川普冲刷的千疮百孔啊，到处退群，得罪盟友。那么使这个美联储不受政府的管理呢，也被打破了，而且他使用暴力制造分裂，而且呢不是权威的象征，是绝望的标志。那么其实呢，这是民主党他们造出的现在描述川普的情景。那川普会不会还是像当年逆袭希拉里一样的再次逆袭拜登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非常大啊。当然了，第一个理由啊，当年啊反对川普的人呢依然会反对啊，这是由党派和立场决定的。那么本身的黑人的选票就不是川普的选票，所以川普还需要的是那些摇摆票，和争取把恨川普的票从拜登那边挖过来。川普呢，他的亲密战友博尔顿呢，出版了这个白宫回忆录啊，接了很多的川普的丑闻。这种丑闻的话，在2016年的话，也类似的情况也发生，所以呢，对川普的冲击呢也不是很大。尤其是他这个川普的侄女要揭发啊，川普怎么算计他哥哥一家啊，谋取遗产。第3个理由呢，当年沉默的没有投票的人群里面，包括中间派，尤其是有色人种呢，他们受跪杀黑人事件的影响呢，他们肯定更加坚定地站在了拜登这边。但是由于黑人他们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出现了一些无法控制的局面，那么很多的黑人精英呢，很可能会倒戈一击，站在了川普一边。当年啊，希拉里啊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虽然在绝对选票里他高于了川普，但是因为选举人制的原因呢，那么败给了绝地求生的川普。这一次呢，民主党呢要反复的思量会不会要再吃第2个亏。同时，美国强大的建制派呢更欢迎一个性格相对温和的总统。虽然拜登是没有任何的闪光点，但是呢，美国政府的运作能力呢依然是团队，那么从来就不靠总统搞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川普是不是也这样呢？当你不满意川普的时候呢，请你回过头看看拜登。那么2个老人家加起来150岁，那么他们之间的相比的优先点呢，都可以高下立判。中国呢，虽然他心里是需要一个和平共处的时间和机会，但是川普的霸权行为呢，恰恰会粗暴的打断、干预国际社会秩序，这也是当前美国的主流。现在国际社会呢讨论的问题是呢，如果川普真的万一输掉了大选，不服输会怎么办？其实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如果是败选的话，自然就是出了白宫；如果没有败选的话，那么川普会领着所有的美国人继续和中国发起贸易战、和政治战、和索赔战。太遥远的未来我不说了啊，10年以后呢，世界会什么样子的？人们还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可以预测一下。你别看欧美啊，天天闹情绪啊，这个脱欧啦，那个弹劾啦，外人看着惊心动魄啊，人家自己就是波澜不惊，因为整个欧美的制度就是一个自我纠错、自我推翻的过程。每4年就推翻一次政府，所以推翻政府是家常便饭，无所谓。资本主义呢，他们有着几百年的巩固的社会基础，即使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们什么东西呢？英国还是古傲，法国还是浪漫，德国还是较真。那么这一点呢，亚洲国家就比不了了。亚洲国家很多都是性情不稳。10年以后呢，欧美也许还是那个欧美，亚洲就不再是现在的亚洲了。那么现在呢，台积电、中芯国际正式拒绝这个按照美国9月份新的制裁令呢生效以后为华为代工芯片。那么中国国内外的权威媒体报道呢，韩国三星也正式拒绝了华为放出部分市场份额，换取三星为它的芯片代工的合作意向。三星这个决定应该是不出我们的所料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理智的法律人都知道，在美国新禁令发布以后所写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评论，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芯片生产商能够完全摆脱美国的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那么如果你违背了美国的禁令和华为合作，那么轻则美国厂商就不再提供
技术和零部件，导致所有生产线无法正常生产，那么重则就可以跟华为一样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从此必须跟美国企业和个人彻底脱钩。由于美国掌握了最上游的科技，尤其是互联网就是美国发明的，目前呢，没有任何一家大型高科技企业能够完全摆脱美国的技术。所以当我有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有无数的粉红啊、五毛啊，现在据说是变三毛了啊。那么认为呢，华为呢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关系到台积电的生死啊，根本就不相信啊，台积电能够放弃华为的订单。那么呢，可以呢立即呢被其他客户填补。也有人不相信呢，中国呢自己的中芯国际完全就不是媒体吹嘘的那么先进，它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根本就不能满足华为的订单要求，而且因为目前使用了美国的技术，也不敢给华为代工。直到台积电和中芯国际发出了正式声明的话，大家才被迫接受那么这个结论。那么最重要的原因是啊，那么在芯片方面，几乎华为是毫无胜算。在三星拒绝为华为芯片代加工以后呢，华为出路怎么办？我大概想了一下呢，大概有7个方法，大家看看啊有没有道理啊。第一，一般认为呢，华为是库存了大约可以使用2年左右的受美国限制的芯片，这些芯片的话2年后这芯片还是不是过期了不知道，产品能不能使用啊不清楚，凑合用吧。那还有其他的零部件，那么华为呢和全中国的企业通力合作呢，就举国之力就来了，全民系统研发出完全摆脱美国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的芯片和其他关键部件生产线。理论上呢，这是一劳永逸的途径，但是2年内实现的可能性是0。第一种可能不行了。第二，华为它放弃了自己的芯片设计，它全部采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芯片。美国的禁令呢，就是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与华为发生任何商业往来，那就跟美国企业和个人做任何生意就必须得到美国的批准。芯片新禁令以后呢，如果其他国家向华为提供芯片，这个芯片使用了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生产，照样要得到美国的批准。这就跟华为自己设计的芯片找人代加工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区别，还是不可行。那么中国自己造不可行，找人代工不可行。那么华为第三，放弃自己的芯片设计，转而采购国产芯片怎么样呢？那么你考虑到国内的企业的高端芯片的设计能力，没人超过华为，那么可以将解散后的华为海思设计人员就被中国其他的企业聘请设计芯片，然后由这些企业来委托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加工。这在美国法律上呢，也属于跟华为的关联交易。所以这家向华为提供芯片的中国企业也会被视为华为的关联企业，而很快被列入美国的实体名单，此路不通。第四，华为呢在2年后解散，这是有可能的。它主要的业务完全是并入了中兴通讯或者其他国内公司，同时不再使用华为的品牌。如果中兴管理层不变，股权不变，只是对华为进行资产收购的话呢，同时吸收掉了华为全部中层以下技术和业务骨干，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也不在美国法律限制的范围内。但是如果吸收华为业务的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或者是这家企业的它的股权发生了更迭，那么其中有华为高管、股东的影子，那么中兴或任何一家合并吸收华为的中国企业就会被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第五，那么这条路子怎么样？那华为彻底实现了业务转型了。它既然无法摆脱美国的技术的业务，那么像今天这个努姆钦说的，就没有任何漏洞啊，绝不能以转让股权方式出售，那也不能再做跟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相关的业务，那它就可以从事完全摆脱对美国知识和零部件和依赖的业务了。比如呢，华为可以养猪，华为可以做房地产，华为呢做这些事情的话，就不在美国列入的实体名单里了。那么美国的名单就是对这些业务不会有任何影响。那么华为在所有零部件用完以后呢，进行全部收缩，保留精干技术研发团队，专注于研发操作系统、芯片生产这些被美国人卡脖子的技术，在有朝一日希望全面赶超美国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让他把美国所有的高科技企业列入了制裁名单，让美国的科技呢永远落后于中国，可以的，但是累死了也不会马上就出现。最有可能的是向美国认罪和和解，和第一条路径一样，没有任何可能，因为美国不会和你和解。除了我现在说的这么几条出路的话呢，实在是华为没有出路了。那么当然了，不管华为未来选择哪条路，最主要的务必是时刻记着4个意识啊，这号称有4个自信。但是不管怎么做，我们
还是真心希望所谓的中华的民族的品牌，但其实不是民族的品牌。那美国的眼里现在认为是党的品牌，是政府的品牌，是政治的品牌，是这个向外传播的这个中共思想的品牌。虽然华为已经拥有这么多优秀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世界一流的工程师，说不定2年内真会有奇迹发生。别人都是杞人忧天，正如绝大多数的中国同胞都相信，华为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它带来实质上的伤害。所以最后可以喊口号：华为呢，要为各级政府部门无微不至的关怀，实现中国人民的强大后盾，掌握了众多世界的一流技术，能够直接挑战最大的机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美国人眼睛里看的是痴人说梦。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埋头苦干，应对世界科技的崛起。但每一次中国人都以为快要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呢，突然又发现又甩到后面去了。那么被中国追赶的这个世界科技巨头啊，那么一个个的被谁接管了呢？就被你正在和边界进行交战的印度接管了。那么关于印度的情况呢，我们明天能继续谈。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印度管理已经成为超越中国的秘密武器了。派 TV，欢迎订阅，别忘了点小铃铛。我们明天见，谢谢大家。